比特币延续中继整理的行情，多次回调低位均在10.1500到10.2000那个区间进行测试这个支撑，这个区间也是波段交易低多的较好的进场的点位。在前几次的中继形态当中，也同样出现过类似的假突破，向上进行假突破，先诱多猎杀流动性之后，再次回踩下轨的支撑。我们认为在近期可能完成最后的吸筹阶段之后，还会继续的向上进行突破。大家晚上好，我是南哥。我的频道主要是针对加密货币的行情分析和提供实时的交易计划。想要了解更多的免费公开策略和精准交易计划的朋友，可以从主页上方点击订阅我的油管和电报公开频道。我的电报公开频道有免费的公开策略，还有最新的走势分析，以及一些热点消息面的解读。在近期，我们是在10.4000的附近布局了这笔多单，包括说在到达高位之后，也是立即的布局了空单，在10.3300附近进行止盈。对于10.3000附近的位置，我们看到当前的盘面是多次的形成阻力。在首次上涨之后，我们看到是在上行通道的中轨及上轨附近在上方进行运行，对中轨附近跌破之后，在10.3000附近形成阻力。包括这一段的一个多，我们看到在10.2000，当时我们是在10.2000那个附近进行进场。我们看到在首次跌破中轨之后，触及下轨的位置之后，迅速的反弹，在10.3000那个附近受到阻力，并且说再次回测低位。我们在10.2000那个附近进行进场，并且说成功的抓住了这一段多头的一个利润，并且说我们看到上行通道中轨的位置也是这一段结构的多空分水岭的一个关键的点位啊。对于这个区间的波段交易，还是重点关注10.3000，包括说上行通道中轨附近那个位置。我们看到昨天那个走势是非常的激进啊，向下进行跌破之后，后续强势的拉升。昨天日线级别的趋势 K 线是在下方留了长长的下影线。我们看到明显是在10.2000那个附近是有大量的资金在进行一个护盘，主力根本不愿意让价格重新回到10万那个下方向下进行回调，是根本不想让其他人在低位有上车的一个机会啊。所以现在强势在上方进行盘整，并且说日线级别多头结构还是依然保持强势的一个状态下，在近期是很有可能对前方历史高点12.09进行测试，并且说有概率向上进行破位的。我们来日线级别看一下。我们来看到日线级别现在依然是在上方高位进行强势的盘整，就跟前两轮那个行情保持一致。关于空头的预期，之前也是跟大家提到过，如果要向下进行回调，是很可能在10万的一个区间整数关口，并且说有概率到9万1的一个附近。9万1也是前期历史高点调整段的一个低位，在9万1600的附近，我们看到是有存在强势的支撑。还有一点大家也知道，我们看到近期关于空头的成交量。在到达上方高位之后，其实空头是有进行一个持续的放量，并且说是有较大的一个放量的，但是并没有对10.2000附近那个支撑进行跌破，强势的在上方进行盘整。包括说在前天和昨天进行强势的洗盘之后，多头显得有些犹豫，因为这3段式的等距式上涨到达上方高位之后，也是存在一个回调的预期，并且说前方历史高点10.0900那附近也是存在较强的压力。虽然是存在回调的预期，但是我也一直是跟大家说到，现在结构并没有对上行趋势线进行跌，并且说距今跟长线持有人都是在进行一个买入的动作。关于上方是否会创造一个更高的高点，或者说到11万、12万那个附近，我们认为还是要对历史高点10.0900进行破位，并且说在上方进行站稳之后，才是我们介入的一个机会。近期的行情是很有可能向上进行插针，甚至是对10.0900进行破位之后，立马的掉头向低位进行一个测试。所以我们短期目标还是看对10.0900的历史高点进行测试，至于上方能否到11万的一个位置，我们还是看对前方历史高点测试的一个情况。还是提醒大家，近期的行情波动较大，因为视频是具有时效性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进入我的电报公开频道，我会对走势进行实时的分析，包括说一些关键点位的提醒。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电报来私信我。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时级别。我们来看到小时级别也依然是在上行通道之内。我们看到在昨天我是提醒大家对上行趋势线进行跌破之后，如果没有立即收回，是很有可能再次对低位10.0700的位置进行测试。我们看到在后续的走势当中，在底部形成双底结构，并且说强势的收回形成多头结构。在后续的走势当中，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再次对上行趋势线进行跌破，是很有可能再次对上方高点10.7000甚至10.8000那个附近进行测试。在近期如果没有对这个区间进行破位之前，还是在这个区域之内进行波段的交易啊。如果向上进行破位，我们首先还是要看到，如果对上方高点进行破位之后，还是要看到回踩，并且对前高进行破位之后，我们才是一个入场的机会。但是对于这段的一个走势，对10.0900附近进行一个测试，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去追这段的一个涨势哈，是很有可能向上进行插针之后立即的收回。这是比特币的一个走势，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
我们来看到以太坊这一段的一个空头结构，从高位到低位是持续对前低进行跌破，但是这一段的一个空头结构，我是跟大家提到已经是走完在底部1.382到1.618之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住这一段的一个多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一段的一个涨势，在对下行趋势线进行破位之后，再次跌回下行趋势线之内，形成假突破之后，后续可能会再次测试2300附近的一个支撑位啊。没有进行破位之前，还是在这个区间之内进行交易。当然，跟大家提到，如果对上行趋势线进行破位，还是要看到它对破位之后再回踩，并且说再次对前高进行破位，形成右侧信号之后，才是我们的一个好的入场时期。关于底部的支撑，也是跟大家强调，近期以太坊也是到达了上方的一个高位，达了一个风险的区域，上方2800、2900都是重要的阻力位。如果在后续走势当中对下行趋势线进行破位，形成新的多头结构，对于上方2700的一个附近进行测试，没有进行破位的话，很有可能在这个区间之内形成宽幅的震荡，小时级别形成箱体，很有可能像上一次的行情，经过长时间的一个横盘。我们来看到 Solana 在到达高位之后，也是持续的进行下跌。在前几天的视频当中，也是跟大家提到过，我们看到现在的这段结构的空，从高点到达低点之后收回，再对前低进行跌破，并且说我们看到在触及下行趋势线之后，持续性的下跌。低位最低来到了160附近的位置，我们看到这一段的一个空，在到达底部150附近也是到达了底部的一个买区，是在1.618到1.32的一个之间。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的一个走势，在对下行趋势线进行测试之后进行回调，回调的动作如果没有对前期的低点，我们看到也就是现在目前的位置是165的一个附近。如果形成止跌信号，再次对前方高点进行测试，甚至说破位的话，这段结构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上涨的中继。我们来观察一下上一轮的一个结构。在到达高位之后持续性的下跌，并且说对前低进行跌破，在这段的一个上涨之前对前期低位进行回测，回测支撑之后进行一个强势的上涨。我们接下来观察，我们看到现在159的一个低位，如果接下来走势再次回测底部160附近的支撑位进行反弹的话，那么这段结构是很有可能形成破位。但是日线级别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也是到达上方的一个风险区域。关于这段的结构，我们是在底部120的个附近，就提示大家很有可能对前期高点180附近进行一个测试。相信在早期看到我视频的朋友都对这一段进行了获利啊。我们看到这段结构从底部到达高点，在底部进行微反之后，强势的进行调整。现在目前这段结构是很有可能走出类似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这种结构，形成中继之后再次形成等趋势的上涨。但也是有相当大的风险。我们看到这段的结构从低点到达高位之后回撤，然后再对前高进行破位。我们看到目前那个走势是到达上方1.32到1.618的上方那个卖区，存在回调的预期。如果接下来回调能够企稳在146的一个附近，也就是前期高点，在这次上涨之前回踩这个低位，在这个区间我们看到是形成知足转换。如果后期回调在这个区间形成止跌接反弹的信号，也是一个不错的上车机会啊。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要获取免费公开策略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我的电报公开频道，或者在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我。谢谢大家。